我准备在这边做一个新的村民交易所，我就往里面投了几组粮食。后来啊，被我的小伙伴看到了，他知道可以给村民投粮食之后啊，就直接往里面甩了好几大箱子的粮食。你看这外面的村民都是从里面被挤出来的。以前做了村民交易所呢，这里面的村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他就消失了。家里面已经是用栅栏把它都给围起来了。上次我说他懒，他今天居然跑过来帮我来搭这个平台了。我打算把新的交易所做到这上面来，并且增加一个可以洗村民的功能。我在这地下呢是已经抓了一个僵尸，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基建修补的交易，要是一直刷图书管理员的话也比较慢。要是遇到不想要的交易的话，就直接把它给感染，它的交易就会全都更新。新的交易所我已经把它给做了一部分，这种设计方案呢还是以前的那一种 one tick pause 的思路，但是做起来呢里面有些细节不一样。就比如这个活板门，我把它立起来，在旁边放一个红石打掉，它就关上了。所以活塞推活板门的这种设计呢我们就得改，当它推出去啊，这个活板门它就关上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 BUD 它不能用了，这里我们来给侦测器给它更新一下，只有上面的活塞它会动，我们给它放上活板门呢它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要给它加上红石块，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不会关闭。这下面呢依旧是靠着蜘蛛线来判定里面有没有村民，村民踩了线就会往后面发出红石信号，然后通过活板门拐弯上传，然后就会传到上面的这两个粘性活塞。这两个粘性活塞呢，一个是把活板门拉回来，下面一个是把方块推出去，就可以让水流继续往前面流，并且将洞口封起来。好，我们丢个物品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这样我们丢第二个物品，它就可以进入第二个洞。当然水流的长度也是有限的，流到这里来之后，我们得要用一桶新的水来接力。那么这里的逻辑呢会比较复杂，我会从头到尾给大家来讲一下。依旧是从这个蜘蛛线开始，村民只要踩了这个线呢，我们先飞到上面来看，这里依旧是一个信号拐弯上传的结构。当信号传到了这一个方块以后，这个粘性活塞它就会把对面的这个方块给拉回来啊，就是这一个拉走了之后，就会被上面的侦测器给侦测到，然后就会把红石信号传递到这个发射器上面，这里就会泼出第二桶水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朝上的粘性活塞，它会把侦测器给推上去，就会激活这前方的粘性活塞，然后让它把红石块给推走，所以这个活板门它就倒下了，那么村民就可以从这上面走过去。好，那我们就丢一个方块下去实验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来试一下。那么活板门这里呢还是走得挺流畅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下面的村民给运上来。哇，这是什么鬼畜脑袋？好，他上来了，哎呀，连人带车一起掉到水里面去了。好，我们把它打下车，只用他人掉下去就行了。什么玩意？你怎么就跑出来了？我觉得应该是刚刚打他下车的时候，他从旁边的缝隙里面钻出来了。应该早点让他下车，就不要在水流里面让他下车。你看，我的小伙伴正在看那个僵尸，你怎么不进去看一下呢？很好看的，他就是不进去。交易所的下水道我刚刚把它给做起来了，这边尽头呢，我要给它安排一个僵尸，我想用活塞把它给顶上去。好，在这里放下红石块，好，它这样只是起来了一格。我们接着要往这里面塞方块，继续往上推，一直推到和上面的下水道一样高就行了。是哪个屌人把它改了名字啊？我们现在已经把僵尸推上来了，我们要做的是给它弄一个活板门，把它给挡起来。我们先放两个活塞，要把这个活板门啊给它推到它身体里面去。我们直接放呢是放不下的。好，拿出红石块，在这里激活。那么现在僵尸和活板门呢是处在一个方块里面。好，我们来靠近看看。哎，他打不到我吗？我感觉是他坐在矿车上的原因。下车！你还不打？是不是要开这个门啊？哎呦，打！好了，他会打人了。我们把水流给引过来，在这个末端我们给他弄一个洞，让他下来，并且给他贴一个告示牌。哎，我现在已经抓了有这么多的村民了，来看他掉哪个坑。好，进来了，这是刚刚从繁殖机里面抓出来的，有基建修补的交易，还可以吧，至少我们不用洗村民了。
就是有点贵。当然牛皮了，那个村民都被我接到外面来了，居然还可以隔着墙和里面的村民发生关系。你的头都这么铁吗？墙都给你顶穿了。我的机器都被你们玩坏了呀！我就后悔当初破纪元上来的。我要是没有破纪元，他们肯定是不知道上面有这玩意的。猪人掉到这里面都挤不死了，他们肯定是在这里手砍猪人，然后砍着砍着就把上面的矿车给砍没了。那我们最后来感染一个村民来玩玩，打掉这个方块，更新一下侦测器。我这里没有放拉杆，就是怕别人在这里乱动。哎，要准备挨打了。什么呀？你怎么不打他呢？我先走远一点，我看他是不是已经锁定我们玩家为目标了。哦，这个门板没有给他打开。好，他死了。我们来治疗一下，给你虚弱药水，再给你最爱的金瓶梅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得等上几分钟了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已经治好了。这时候我们再点开他的交易呢，他的交易就已经全都更新了。哎，充价也没什么好的附魔，先给他运走吧。毕竟他后面的交易还有2个附魔书没有出来。现在交易所的框架我把它给做好了，其实就只是几根柱子而已，看起来还挺不错的，是一种工厂的风格。交易所里面的村民呢，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跑出来。我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了，肯定是武器的问题大大的。而且我昨天晚上把队里村庄又修了一遍，当天晚上修，当天晚上就坏。我可以保证出生点一直是在加载的，因为我就没有离开过出生点。好的，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。我们把 One Tick Pulse 的交易所进行了改造，因为要适配1.12的版本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。讲了这么多，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。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一个赞，投一个币，收藏一下都是可以的。只要你们的支持越多，我就会做出更加好看的视频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